嗨，各位好，又見面了。咱們今天聊泰國，還有他那個隔壁鄰居緬甸最近那場轟轟烈烈的電詐大掃除。我知道大家現在的感覺，以前提起泰國是薩瓦迪卡、陽光沙灘、馬殺雞，現在提起泰國，腦子裡全是電影《孤注一擲》裡的畫面，還有什麼嘎腰子的都市傳說。尤其是前段時間，網上那個風向變得太快，搞得大家都在問，泰國這到底是旅遊勝地還是人生終點站啊？其實啊，泰國政府比咱們還急。為什麼？因為沒人去玩了啊。所以大概從去年年底開始，一直到最近這幾個月，泰國那是真的急眼了，聯合咱們中國還有緬甸、老撾，搞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跨境大清掃。這中間的過程，說實話，精彩程度不亞於一部好萊塢動作片，甚至還有點黑色幽默。咱們把時間軸拉回來，就像講故事一樣，從頭捋一捋這事兒是怎麼鬧大的。故事得從那個著名的泰緬邊境說起。大家可能聽過一條河叫莫伊河 （Moi River），這河特窄，窄到什麼程度呢？枯水期你甚至能扛水過去。河這邊是泰國的美索縣，燈紅酒綠，也是物資中轉站。河對岸就是大名鼎鼎的緬甸妙瓦底。這妙瓦底有個地兒叫 KK 園區，聽過吧？在道上傳說裡，那是豬仔的終點站，進了那兒基本就別想囫圇個兒出來。以前泰國對這事兒什麼態度呢？4個字：睜隻眼閉隻眼。因為妙瓦底雖然是緬甸的地盤，但那是克倫邦邊防軍控制的，也就是咱們俗稱的地方軍閥。這幫軍閥跟緬甸政府軍關係微妙，跟泰國這邊呢又有千絲萬縷的利益輸送，甚至可以說 KK 園區用的電用的網全是泰國這邊拉光纜架電線送過去的。這就很魔幻了，对吧？一邊是泰國喊着打擊犯罪，一邊是泰國的電力公司給詐騙園區不僅供電，還貼心的保證電壓穩定，生怕騙子們的電腦死機。但是轉折點來了，大概是去年下半年風向突然變了。一個是因為咱們中國這邊的反詐宣傳力度那是鋪天蓋地，尤其是孤注一擲，這電影一上，好家伙，泰國旅遊業直接遭遇膝蓋斬。中國遊客不去了，泰國總理賽塔剛上台，一看這 GDP 報表，臉都綠了。要是再不洗白，泰國這微笑之國就真成苦笑之國了。於是第一波神操作開始了，這招叫斷水、斷電、斷網。前段時間泰國政府突然硬氣了一把，對着河對岸的妙瓦底說：“對不起，該交電費了。”哦，不對，是不給你們供電了。那是深夜0點，泰國省電力局直接切斷了像緬甸那幾個臭名昭著的園區供電的線路。大家腦補一下那個畫面，正當騙子們在電腦前熱火朝天喊着"親愛的，這波行情必漲"的時候，啪的一下黑了，整個園區陷入死寂，空調停了，電腦黑屏了。據說當時園區裡的發電機轟鳴聲響徹雲霄，但這只是杯水車薪。緊接着是斷網，移動信號塔被拆除或者是屏蔽。這一招其實特別損，也特別管用。對於電詐集團來說，沒有網就像魚離開了水，錢轉不出去，人騙不進來。但這只是前菜，真正的硬菜是咱們中國警方牽頭搞的4國聯合執法。這事兒在新聞上可能就是一句話帶過，叫中泰緬老4國警方啟動專項行動。但背後的博弈非常有意思。大家要明白一個背景，緬甸那邊的情況極其複雜，軍政府、地方武裝、各路軍閥，那是一鍋亂燉。你想直接派警察進去抓人，難如登天。所以這次的策略是瓮中捉鱉加泰山壓頂。中國這邊給的壓力是巨大的，不僅是外交層面的，還有實打實的通缉令。大家應該記得之前緬北果敢那幾大家族是怎麼覆滅的吧？明家、魏家、劉家以前那是土皇帝，結果通緝令一發，加上緬甸內部同盟軍的攻勢，這幫大佬瞬間成了喪家之犬。這股風很快颳到了泰緬邊境，泰國這邊呢就把邊境封鎖得嚴嚴實實，不讓物資過去，也不讓那邊的人隨便過來，除非你是自首的。於是我們看到了最近這幾個月最壯觀的一幕：大撤退。前陣子有新聞畫面流出來，在泰緬邊境的橋上，那是人山人海。
不是遊客，全是等着被遣返的，有的是被騙過去，剛被解救出來的，一個個灰頭土臉，見到警察甚至想哭。還有一部分，說實話，是那些詐騙公司的狗推或者中層，眼看園區要崩，想混在受害者隊伍裡跑路，結果被咱們警察叔叔那火眼金睛當場按住。最有意思的是，這期間還出過一個插曲，有些詐騙頭目看陸路走不通，想坐飛機跑。結果泰國警方在機場布控，有的頭子剛落地曼谷，想轉機去迪拜或者新加坡，直接就被摁在航站樓裡了。這一波操作，泰國警察也是為了在國際上露臉，證明自己我很安全，我真的在做事。最近的一組數據相當震撼，光是從緬北移交給咱們中國警方的涉詐人員就接近5萬名。這什麼概念？這快趕上一個小縣城的人口了。你想想，5萬個鍵盤俠，以前天天在網上跟你談戀愛，帶你理財，現在全戴着黑頭套，穿着黃馬甲，排隊上大巴車，這場面看着是真解氣。但是咱們作為成年人，看問題不能光看爽劇。這事兒聊到這兒，得總結點深層次的東西。各方對這事兒到底怎麼看？咱們得客觀分析一下。首先，泰國政府現在是既要又要。他們既要清除詐騙集團，因為這玩意兒太敗壞名聲，但他們又很尷尬，因為泰緬邊境很多生意，包括灰色產業，其實養活了不少泰國邊民。而且泰國警察系統的腐敗問題那是老生常談了，新聞裡經常爆出來有泰國警察收了詐騙集團的錢，幫他們護送人員轉移。所以泰國高層的決心很大，但執行層面的漏網之魚肯定還有。其次，咱們得聊聊那些被抓回來的人，這觀點可能會比較扎心。以前咱們總覺得去那邊做詐騙的都是被迷暈了、被綁架的受害者，但隨着幾萬人被抓回來，審訊結果一出來，大家發現風向變了。現在警方的通報和很多媒體的調查都顯示，這幾萬人裡真正完全被動、被槍頂着頭去騙人的有，但比例沒那麼誇張。相當一部分人是明明知道那是幹嘛的，但為了高薪，為了搏一搏，自己想方設法偷渡過去的。甚至在遣返現場，還有人抱怨說，剛去還沒賺到錢就被抓了。對於這部分人，咱們沒必要太泛濫同情心。這也是為什麼現在輿論不在一邊倒地喊救救孩子，而是更多在說成年人要為自己的選擇買單。再者，咱們得警惕一個現象，叫打地鼠效應。什麼是打地鼠？就是你在這個洞口把它敲下去了，它從另一個洞口冒出來了。現在緬北和泰緬邊境是被打爛了，但是詐騙集團消失了嗎？沒有，他們是公司化運營，有資金、有技術、有劇本。據最新的情報，這幫人正在搬家。搬去哪兒了？有的往南跑，去了柬埔寨的西港，那是老巢了；有的跑得更遠，去了迪拜，甚至去了格魯吉亞、東歐。還有一部分化整為零，躲進了緬甸更深、更原始的叢林裡，搭個帳篷，架個星鏈 Starlink 衛星網，繼續騙。這就引出了一個很現實的觀點：反詐這事兒可能是一場沒有終點的馬拉松。只要那個想不勞而獲、一夜暴富的人性弱點還在，只要跨境執法的壁壘還在，這行當就不會徹底消失，它只會變得更隱蔽、更高端。以前是打電話說你涉嫌洗黑錢，現在是用 AI 換臉裝成你朋友借錢，手段迭代的比手機系統升級還快。最後，咱們來個總結性的閒聊。泰國這次的大動作確實值得點讚，至少他把那個肆無忌憚的 KK 園區時代給終結了，把那些囂張的軍閥和家族給打疼了。對於咱們普通人來說，最直觀的好處就是那種大規模的、明目張膽的綁架和誘騙，最近確實少了很多。但是對於咱們每一個個體，我想說句心裡話，別指望泰國警察或者誰能完全護你周全。這個世界的灰色地帶比我們想象的要大。咱們能做的不是去賭那個1/1000的運氣，而是徹底掐斷那個貪婪的念頭。這世界上凡是告訴你門檻低、工資高、包機票去國外，還不用你任何專業技能的工作，只有一種可能，那就是拿你的命去填坑。好了，今天這個故事就講到這兒。泰國的水很深，風景雖好，但帶好腦子再出門才是最高級的旅遊攻略。祝大家錢包捂得緊，腦子拎得清。咱們下期接着聊。